苍天在上，我苏家满门忠烈，只求护家护国，却被昏君与奸佞构陷，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我入宫为妃，从不争恩宠，从未沾半分君恩，到头来反被诬陷是不祥之人，囚于这冷宫等死。若天有灵，佑我今日不死，他日出宫，必召集苏家旧部手撕奸佞，推翻这昏君暴政，还天下一个海晏和亲，要让这腐朽的大印换个天。火是天火，难道真的是苍天在庇佑我？上天神明，若您听得见我说话，就请再降一把天火吧，这点暖意还驱不散这刺骨的寒。陆妃，你爷爷病危，陆家生意濒临破产，原定给严家的300万彩礼根本凑不出来。你爷爷唯一的遗愿就是年底前看着你结婚成家，这是他最后的念想啊！祖宗啊，我快被压垮了，爷爷重病不起，家族生意要黄，彩礼凑不齐，连婚都结不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操，什么鬼？刚扔的纸钱呢？这破烧火盆成精了！邪门了啊！再试一次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！我操，全没了！这玩意儿怕不是什么妖精的无底洞吧？是更多更大的天火，我能活动了。多谢神明降下天火，今日之恩，青颜没齿难忘。他日若得偿所愿，我必敬天理地，护佑万民，绝不辜负这一线生机。神明大人，您真的存在吗？青颜现在好饿，要是您能再赏赐一点食物就好了。也太邪门了吧！我就不信了，火你能吞，难不成连食物你也能吞？我操，没了，全没了！这盆成精了，这盆是妖怪啊！感谢神明赏赐食物，救我于绝境。此生必定手刃奸佞，推翻昏君，执掌天下权柄，让江山清明安定。我要推翻如今这个大印王朝，做大圣王朝唯一的女帝。我要让这昏暗的天下重获今生。妈，轻点轻点，耳朵要被你揪掉了。揪你耳朵都是轻的，说什么烧火盆成精，我看是你脑子缺根筋。不想重振家族，不想完成你爷爷心愿就直说，都这种时候了还故意气我是不是？妈，我真没骗你，这盆邪门的很，纸火馒头苹果扔进去全凭空消失了，渣都不剩。我倒要看看这破盆怎么吞。咋回事？奇了怪了，明明连吃的带火全吞了，现在怎么不吞了？邪门了，这妖盆难道还看人下菜碟不成？大小姐，属下等皆是老将军旧部，老将军待我们恩重如山，苏家蒙冤，我们比谁都痛，就算呼出性命，也愿跟着您推翻昏君暴政。可如今世道难啊，恰逢荒年，粮食比金子还贵，我们手里别说招兵买马的粮，就连兄弟们的口粮都快断了。赵叔，我知道眼下难，荒年加暴政，天下百姓都在受苦，这也是我必须推翻大印的理由。苏家世代镇守边关，除了明面上的产业，先祖还留下了秘藏的宝藏，足够支撑我们的开支。你们放心，至于粮食，我自有办法。大小姐，如今地里连根麦苗都长不出来，全城粮铺都空了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变粮食出来？苏家世代忠烈，自有神明庇佑。眼前这烧火盆就是上天神明赐的聚宝盆，是他让我活着逃离冷宫。我相信只要心诚祈祷，他便能变出无穷无尽的粮食。这普通金盆怎会有这般神通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你们若愿随我成事，便随我一同对着聚宝盆虔诚祈祷。别对着破盆瞎琢磨了，快和你爸一起想办法，让陆家生意好起来，再和严家联姻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邪门了！我之前明明扔馒头苹果全没了，怎么突然就不灵了？总不能真是我眼花了吧？
我去，又没了！这破盆看人下菜碟是吧？我妈扔的你纹丝不动，我一扔就吞，真你妹的耍我玩呢！大小姐，世上哪有什么神明？这普通金盆，怎可能变出粮食？纯属天方夜谭。我去，真有粮食，是馒头和苹果！我的天，这真是聚宝盆啊！我早说过，苏家有神明庇佑，这聚宝盆定能助我们成事。如今大家还有疑问吗？大小姐，就算这真是神明赐予的粮食，也未免有点太少了吧？这神明是不是有点小家子气？闭嘴！肯定是大家还不够虔诚。只要人数够多，祈祷时间足够长，我相信神明定能如我们所愿的。快，大家快跟着大小姐虔诚跪拜，我再去找更多的人来。神明，请一定要助我实现愿望，不然我怕带不动苏家旧部。喂，爸，什么事儿？飞，赶紧去仓库，家族生意不好，一大批的米面粮油、零食面包即将过期，今天必须处理干净，别占库房。啊，又处理过期食品，搬出去扔太麻烦了，还得找车。少废话，赶紧去，别磨磨唧唧。行啊你，专吞我的是吧？今天就让你吞个够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腰盆能吞多少。大小姐，我们这都跪了1个多时辰了，盆里连个粮食渣都没冒出来，莫不是神明能力有限，就这点东西根本不顶用啊！休得胡言，神明在上，岂容你妄加揣测？定是今日人多心杂，少了敬畏之心，都给我收心凝神，再随我跪拜。若有一人敷衍，休怪我按军法处置。神明在上，我苏青言以性命立誓，若能蒙神明垂怜，赐我粮食，助我聚兵起义，他日登临女帝之位。凡神明有所求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粮，好多粮食，是白面，还有这软乎乎的吃食。神明真大显灵了，有粮了，我们有救了。这么多粮，够我们吃好久了。大小姐是真受神明庇佑啊，跟着她，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神明庇佑，我等愿随苏将军推翻昏君，共创大业。多谢神明庇佑，苍天不负我苏家，不负天下受苦百姓。我苏青言定肝脑涂地，有此粮，我们便有了聚兵的底气，推翻昏君，重整山河，指日可待。让你吞，使劲吞！我倒要看看，这破盆到底能装多少！我操！啊，真全吞完了，满满一仓库的过期货，你居然真一点不剩！我全吞了。人民庇佑，我操！愿随苏将军。这盆里咋还冒人参？真藏妖精了？啥玩意儿？他喊我神明，还要立太庙，奉养我？好家伙，我也是来拜神的，却平白捡了群信徒，光给吃的，我啥也捞不着，太亏了。既然他们把我当神，那不得高低要点儿香火钱？尔等凡夫俗子，蒙无庇佑，当献虔诚之礼。完蛋，不会要穿帮了？这些妖精总不能跳出来揍我吧？尔等凡夫俗子，蒙无庇佑，当献虔诚之礼。
这金盘里传出声音，难道真的有神明？可神明的声音怎会如此年轻，还略带几分飘忽？放肆！神明神威岂容尔等妄议揣测？全部俯首轻声，不得有半分不敬！好险，原来他们真把我当神明了。不管了，家族没钱周转，高低敲诈一笔再说。尔等凡夫心不诚，竟敢欺疑本尊神音！再敢瞎逼逼，再敢乱议论，本尊直接断了你们的供给，让你们喝西北风去！神明息怒！我等只是初见神威，惊骇试探，绝无半分冒犯神威之心，求神明宽恕。我等绝无半分冒犯神威之心，求神明宽恕。哈哈，还真好玩。那边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傻子？说话还文绉绉的。算了，管他呢，敲诈要紧。既然知罪，那本尊便饶过你们这一回，速将尔等……古人咋说来着？哦对，速将珍稀宝物献上来，以表诚心。诚心够了，本尊自然继续罩着，是助你们成事。神明恕罪，是轻言考虑不周，未备献礼惹神明动怒。今日愿献上苏家世代传承的至宝，以表我等赤胆忠心，绝无二心。属下愿倾尽所有，献尽身上金银玉饰，以敬神明。我靠，真金白银，还有古董玉，哈哈哈！这下发大财了，可以拿去还债了，家族生意有救了。这破盆简直是我的摇钱树，赶紧藏好，绝对不能露馅。那些金银全是真货，一口气卖了500万。古董老板还说这玉佩是稀世孤品，价值上亿。这下不仅能还家里的债，年底结婚的底气也有了。只是严家看我家破产就翻脸，要有颜月那种只看钱分上的女人，值得我去娶吗？哟，这不是路飞吗？家道中落的落魄少爷，怎么还敢往金店凑？这可不是你这种欠着债连彩礼都拿不出的人能来的。还用问？肯定是走投无路，变卖家里破烂填窟窿吧？真够惨的！我闺蜜颜月直接跟你分手，一点不冤。哼，果然是物以类聚。颜月嫌我家破产拿不出彩礼，身边一群都是只认钱的势利眼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你那卧病在床的爷爷还盼着你年底结婚冲喜，就你现在这穷酸样，哪个姑娘肯跟你？嘴巴放干净点！谁说我没女朋友，结不了婚？我现在不仅不是穷光蛋，还是亿万富翁。颜月因为彩礼退婚，那是她有眼无珠，迟早哭死。路飞，你穷疯了吧？还亿万身家，有女朋友，有本事把人叫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啊！就是，打肿脸充胖子有意思。你要有钱，至于拿不出彩礼被甩？现在还装富豪，可笑至极。这就是我女朋友送的定情信物，古董老板亲口说价值破亿，比你身上那破金破表贵上1000倍。你听到了吗？你想钱想疯了！一块破玉吹上亿，真当我们没见过好东西？巧了，我认识城东最权威的古董张老板，今天就带你去鉴定，非把你吹牛的脸打肿。好好好，非要逼我打脸是吧？等着到古董店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张老板，快停手！天大的宝贝现世了，赶紧过来长眼打假！张老板别忙活了，这小子拿块破玉吹牛说值上亿，还说是什么女朋友送的，我们专门拉来戳穿他的骗局。就是，好好鉴定，今天让这吹牛装有钱的落魄鬼当众丢人现眼。坏了，打脸是爽，可玉佩是跨时空来的，来历根本没法说，万一被追问，秘密就全漏了。我不鉴定了，刚才吹的震天响，现在就怂了。我看就是假货，怕被戳穿丢人了呗。大伙儿都听听，家道中落还装富豪，拿个破烂玉骗上亿，今天就让他彻底现原形。宫廷暗文，赤血玉质，麒麟踏云，这是大圣王朝开国女帝的贴身至宝，麒麟血玉啊！实在此玉千年失踪，是古玩界第一悬案。什么？没想到今日竟现世了！女帝贴身玉佩，
我出3亿，当场转账，3亿也好意思开口？我出5亿，这玉我势在必得，10亿都不贵，这是国宝，卖给我！路飞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不知道这玉是真的。我早说过，是我女朋友送的，真假多少钱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硬拉着我来打脸，陆公子，现在满意了吗？别走啊！开个价，我绝不还价。我出6亿，当场面交。陆公子，我出8亿，说个数，有买价不是问题。陆公子，还能商量。路飞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们今天来给你们指条明路。你们家负债累累，那500万外债，能把奄奄一息的陆家彻底压死。哼，念在老一辈交情。我们严家大发慈悲，只要把陆家仅剩的产业全抵作彩礼，让路飞入赘严家，这桩婚事照旧。爸妈，我不要！不然你们就等着被追债，家产查封，最后流落街头。这是你们陆家唯一活路，劝你们别不识好歹。当年严家有难，陆家帮你们度过，如今你们却落井下石，还要侵吞陆家产业，你们太绝情了！别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当初我们答应联姻，就是想借助陆家产业互补好飞黄腾达。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直接收购你，还提什么交情？别开玩笑了！哼，就算再苦再难，我们也绝不会让路飞入赘，更不会把祖产拱手相让的。我好心帮你们，你们却拒绝，那就是不想走活路了。侵吞祖产，逼我入赘。还敢说给活路？你们严家的吃相，未免太难看了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不靠我们，你们还得起债务，还不起债破产，你们一样一无所有。500万，我现在就有，1分不少，用不着严家施舍。好笑。你说有就有呀，500万又如何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陆家偌大的产业，这点钱填窟窿不够，你们照样翻不了身。别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现在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带着你爸妈跪下认错，求我们严家收购产业，我还能留你们一口饭吃。否则，我们立刻联合所有债主上门逼债，让陆家彻底消失。到时候你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想要陆家屈膝，拱手让出祖产，你们没这资格。告诉你们，我这块玉起码价值5个亿。看最后我们2家是谁收购谁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底牌，原来是拿块破玉装神弄鬼。就算吹破天说值上亿，也是有价无市，根本换不来1分钱救陆家。一块破烂古玉也想当救命稻草？路飞，你真是穷疯了！这样自欺欺人有用吗？以为这样就能挽回你们家的尊严？哼，做梦！陆小兄弟，我带着圈内顶尖藏友连夜寻过来，只为这块麒麟血玉啊！现在他在圈里传疯了，无数人做梦都想拿下他呀！鄙人主营全域地产，流动资金随手可挪数十亿，3亿，我当场全款转账收玉。哼，3亿，你也好意思开口？我手握私人馆藏100亿藏品，出价5个亿，我志在必得。我追加到10亿。我非常痴迷大圣女帝，只要小兄弟愿意割爱，鄙人名下价值数百亿的集团股份都可折算给你。哥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藏了这宝贝？原来不是你家的呀！再好的宝贝，来路不正是祸。凭空冒出上亿古玉，十有八九是盗墓偷窃得来的国宝赃物。我现在就报警，送路费去坐牢。怎么办？这件宝贝的来历根本解释不清，但不解释清楚，我就剜陆家。小兄弟，先前在我的古董店里，你明明亲口说过，这块麒麟血玉是你女朋友赠送的定情信物啊！这肯定不是偷的吧？哥，你居然悄悄谈了新对象，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耶！哼，空口白话谁不会说？说是女友赠送，拿不出人作证就是谎话。
我是你未婚妻，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女朋友？对，有本事就把人请到现场，当面说清楚玉石来历，不敢请来就证明心里有鬼。没错，只要人到场说清来路，我们立刻闭嘴，不然立马报警处理。哼！大飞，快联系人家过来，只要证明东西来路正当，卖掉玉石就能还清外债，保住我们陆家的产业呀。不必催，我这就联系我的女朋友，到场自证清白。倒是你们一家三口，处心积虑捏造罪名，恶意污蔑国宝来源，妄图栽赃构陷勒索。等我女友现身，我不光要论玉石真假，还要好好清算你们造谣毁谤的赔偿。到时候别拿不出赔偿金，反倒要变卖自家家产抵债。完了完了，随便撒个谎而已，现在全世界都等着看我女朋友，我上哪儿找个女朋友啊？苏将军，翻过山头便能重整兵马，可大雪封山，漆黑无火，看不清前路。再耗下去，追兵一到，全军都要葬身雪山，实在撑不住了。天寒地冻，没法生活，与其冻死，不如投降保命。没火种，没照明，这山路根本走不了，我们没活路了。住口！苏家军从无投降的懦夫，再有轻言投降者，军法处置。神明在上。轻言麾下将士身陷冰封绝境，缺火缺光，寸步难行，眼看就要尽数冻毙。若神明赐神火与光亮助我脱困，往后神明但凡有所吩咐，轻言赴汤蹈火，绝无半句推辞。赴汤蹈火，绝无半句推辞。我这边正被严家逼得要找人作证，他偏偏被困雪山求助，这不就是瞌睡送来了枕头，正好帮了他，要求他穿越过来假扮我女友，当场打脸一跃。区星火微光，与本尊不过举手之礼。我可以赐你火种与照明之物，助你翻越雪山，但你们必须遵照我的吩咐，来个女人帮我处理一桩事，你可愿意应约？你可愿意应约？轻言谨遵神谕，任凭神明差遣。此物换神火折子，一点即燃。神火油浇在木柴上，烈火丛丛，夜光保住按下机关，光芒可照亮10里山路。尽数收好，尽数收好。神明现灵了，有火有光，我们终于能走出雪山了。多谢神明庇佑，苏将军千秋。路飞，躲在屋里装什么缩头乌龟？半天联系不到人，摆明从头到尾都是谎话。哪有什么送你玉佩的女朋友？编谎话圆不上就闭门不出，那块破玉铁定是偷盗来的赃物，再不开门，直接联系帽子叔叔破门抓人。张老板和各位藏家都在这等着作证，今天必须拆穿你偷窃国宝的勾当。等着陆家彻底破产查封。不会真是大飞随口吹牛吧？真找不到人过来作证，我们不仅保不住家产，还要摊上官司。不，哥不会骗人的。可这么久没消息，我心里也慌。别跟他耗了，一起撞开房门，当场抓现行。可恶，路飞你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苏将军，万万不可！我们凭神明所赐的火种与光源，顺利翻越雪山。周边3支落难义军，近1000名流离百姓，约定今夜连夜赶来归附投军。您作为全军主帅，要坐镇营地，统筹整编，这是起兵起事最关键的一步。您一旦离开，军心极易涣散啊！将军三思。神谕嘱托之事不能耽搁，我若不前往，就是背叛神明，必遭天谴。将军，神谕只说要一个女人，不一定非要将军前往啊。将军贵为千金之躯，怎么能……你不必说了，是我亲口答应神明。再说，我们军中除了我，请将军以大局为重。青兰愿替将军去履行对神明的诺言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吧，既然我没法亲身前往，
便派我的贴身亲卫替我履约。此虎符是我苏家身份象征，既是我答应神明亲自前往，你就替我带上它，以代表我前往。属下遵命。她是大圣王朝开国女帝的嫡系后人，麒麟血玉是女帝祖传珍宝，辗转交到她手中，她感念缘分，将玉赠予我，来路光明正大。虽然他声音有点变化，但他就是神域的声音。难道他就是暗中帮小姐和苏家的神明？和想象中的神明差距很大，这难道就是神明所在的世界？果然光怪陆离。张口就编后人身份，市面上随便找人都能编一套身世，没有实打实的物件作证，全是串通好的谎话。谁敢质疑我们偷的？这都是我家小姐的物品。诸位，古籍明确记载，此虎符与血玉本是一套宫廷至宝。当年女帝临终前将虎符交由血脉后人保管，此物民间没有复刻，各大博物馆也无馆藏，全世界仅此一件。能拿出虎符的，必然是女帝正统后人了。听到没有？还要报警吗？真是狗捉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不对，还是不对！我们从进门开始就守在1楼客厅，这卧房明明在3楼，我们眼皮都没眨过，压根没瞧见这个女人上楼，凭空出现在房间里，铁定是提前躲在屋里串通演戏。没错，凭空冒人根本不合常理，猫腻全在这儿。这位美女，我们全家整日待在家里，家门紧闭没开过，从来没有开门迎客。你究竟是怎么进到3楼房间的？哥，原来未来嫂子还是武林高手呀，居然真会传说里的轻功。我并非路飞的女友，我家小姐要事缠身，无法亲自赴约，特意遣我前来代为办事。哥，他说话怎么文绉绉的？这个嘛，我刚拨通电话，他家小姐临时有事脱不开身，立刻指派女保镖赶来。人家身怀绝世轻功，翻楼穿墙，来去自如，这不是很正常？少见多怪。这位小姐一身古朴制式衣衫，还身怀失传轻功，这装扮和气度，一看就是皇家后裔。没错，寻常人哪有这般身手？妥妥的女帝后人没错了。这古董你们不敢要，我全高价收了。好家伙，这群人自动帮我把借口全补齐了，省得我费劲瞎编。姓严的，麻烦几位立刻离开我家，我们2家恩断义绝。往后再无端造谣诽谤，我直接走法律程序索赔。颜月，青兰小姐，今天全靠你帮了我们陆家，不然家产都要赔光。大恩不说客套话，我敬你一杯。对呀，没想到严家那么不是东西，原来一直觊觎我们陆家产业。青兰小姐，看你气质又飒又利落，你家小姐得多好看啊！她是做什么的？对，我们实在好奇，大妃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才找得到这种白富美当女友？有当爸的这么损儿子的吗？你就差没说癞蛤蟆吃天鹅肉了。哥，青兰姐姐颜值没得说，但穿衣言谈怪怪的，压根儿不像咱们本地人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人。我家小姐风华绝代，品性超凡，容貌气度胜我100倍。昔日蒙冤身陷囚牢，仍心怀万民，如今集结旧部，立志除奸安邦，重整乱世山河。哥，青兰姐说话怎么怪怪的？嗨，他们是女帝嫡系后人，家族传承上千年，守着古时的老规矩，说话有点文绉绉太正常了。以后少说话，免得露出破绽，吓坏我爸妈。糟糕，这女人看着那么清冷，会不会不好说话？谨遵神明大人吩咐。
是，神明大人，这教法也太离谱了！人家宗族内部的专属教法，外人听不懂很正常，别注意这些细节。吃饱了吧？我们出去聊聊玉石买卖的事儿。现在没人了，老实跟我说，你家小姐到底是谁？血玉又是怎么落到你们手里的？回禀神明大人，我家小姐身负至宝麒麟信物，我前来，便是替她报答神明昔日馈赠大恩。刀疤虎，这人背后的老板早年和爷爷有过合作，但是爷爷没答应。这些人背地里干涉黑的勾当，怎么突然找上门？哼哼，路飞，刚听说你家翻出天价古董，先前陆家生意亏空，陆老先生还欠我们一笔陈年欠款，现在该还了吧？我爷爷借了你们钱，证据出示一下，欠款数额我现在就能当场转账结清，1分不少。嘿嘿，钱我们不收，就稀罕你手里的古董。什么古董？我们没有，有也不会给你们。没得商量，那你就是想敬酒不喝喝罚酒喽？不好，这些人想来真的，我怎么斗得过他们？我去，这也太猛了吧！路飞，你什么时候雇佣了这么厉害的女保镖？难怪那么硬气。可惜武功再高，也怕踩刀。不要硬刚啊！此气一声轰鸣，便能打穿树干，莫非便是神明世界的神器？威力远超我大玉王朝所有神兵利器啊！嘿嘿，陆少挺风流啊，英雄救美，连命都不要了，那我成全你。你这女人敢坏我的好事，先送你归西吧。小五，你怎么没穿好衣服就跑出来救哥哥？这边危险，快点回去！你妹妹没穿衣服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！我操！老大一招就没了！这女人什么怪物？打不过，快跑啊！鬼啊！喂喂，记得清理垃圾。哎，你们这群人也太没情义了吧！遇到难处直接丢下老大跑路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刚才这一眼把小命看没了吧？就问你后悔不后悔？方才危急之时，神明舍身护我，青兰这条性命自此归于您，往后任凭差遣，万死不辞。好家伙，上来就把命都压我身上了，这礼数实在太重，我有点扛不住啊！行了行了，快起来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们古代人行事下手也太利落了。此人持剑行凶，蓄意劫掠，依法惩戒，理所应当。好家伙，你们古代人是真半点不敬畏现代律法啊！小姐命我来报神恩，为了保护神明大人，自然不惜赴汤蹈火。还把我当神明呢？哼，你见过这么作的神明吗？黑恶势力突然上门夺宝，整件事疑点重重。洪盛融资集团，原来是严家跟这家披着投资外壳的黑团体暗中勾结，上面记录了严家收购陆家失利，特意委托他们上门抢夺古董。爷爷早年貌似和洪盛有过来往，对方摆明要古董不要钱来的，看来整件事暗藏隐情，没表面这么简单。要是爷爷醒来就好了，可以直接问清楚。喂，哥，不好了，爷爷病情突然恶化，医院
事不宜迟，那我们立刻赶往医院。王主任，求求您想想办法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要救活我爸呀！陆家商业人脉都指望他的。陆先生，不是我不想办法，你爸脏器全面衰竭，心脉破派，现代医疗手段无力回天，准备后事就好。就是，我师父是全市心内权威专家，省院特聘名医，他判定救不活的，全江城就绝对没人能治。别白费功夫了，多少高官富商找王主任看病都要排队，他给的诊断不会出错。认命吧，再折腾也是浪费医药费，我们也是为你们好。我爷爷的病根是陈年心脉旧伤，你们全程只用西药被动维持，没有针对性调理固本，不是病症无解，是治疗思路死板局限，医术和服务态度全都不及格。小子胡说八道！王主任深耕临床30年，发表数十篇医学论文，业内鼎鼎大名，轮得到你来指点医术？动了，爷爷手指动了。刚刚你们还一口咬定王主任发话治不好就没救，直接给爷爷判了死刑。现在青兰姐姐随手出手就稳住病情，这话你们要怎么圆？青兰小姐大恩大德，我们全家真不知道怎么报答。多亏有你，硬生生把老爷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啊！青兰，真有你的，原来你还有这一手，不早说。略懂医术罢了，但眼下只是临时吊住性命。这位小姐的古法医术神乎其技，我自愧不如，只是眼下也仅能暂时稳住生机罢了。此话怎讲？你快说清楚！我要彻底根治，让老爷子完全清醒，必须用到一味奇药紫血龙枝。根据古籍记载，此枝只生长在1000年前大晕皇朝的绝壁之上，所以我才一直说没法医治啊。好不容易有转机，药材却绝迹了。哥，现在怎么办？紫血龙尸绝迹1000年，青兰本就是大晕过来的人，那雪山就是他们曾经驻守的地界，我跟着穿越过去，不就能亲自采药？小五，还有爸妈，别慌，还有办法，我一定会治好爷爷的。古代应该大多是深山老林，是匪患，样样都有，多带点东西准没错。嘿嘿。那个，辛苦你了，东西有点多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神明大人数次救我性命，亦护我家小姐周全。今日追随您前往异世，纵使刀山火海，万丈深渊，青兰也绝不退缩。哎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动不动就下跪表忠心，我一个现代人哪受得了这礼数，头皮都发麻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不用这么严肃。对了，穿过火盆前往你们那边，一路上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两界通道稳固，寻常并无凶险。爷爷等着我，紫血龙枝，我来了！我去，不是说通道没危险的吗？这狂风乱扯的也太要命了！我没想到这通道对神明居然有反噬作用。原来你会武功才没危险。不过现在还把我当神明啊？你有见过这么菜的神明吗？将军，昨夜我们临时驻扎的山头被山匪抢占了，不少辎重也落入匪手，万幸主力粮草都存放在山脚，并未受损。不如我们直接拔营继续前行，莫要为一座荒山耽误大事。不，其余物品皆可舍弃，唯独那尊连通神明的火盆绝不能丢。今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上山将它取回。将军万万不可！这座黑风山山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山匪盘踞已久，若是强行攻山，我军必定伤亡惨重。一旦兵力折损，不仅起义大业受阻，还会引来朝廷大军围剿，到时候我们将腹背受敌啊！是啊，将军，
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，还请三思。请将军三思。神明在上，如今火盆被困匪巢，属下深陷困局，恳求神明再次施以援手，助我取回至宝。是啊，这位金大人，火盆如今还在山顶匪窝之中，就算祈祷，神明又如何得知？说到底也只是一尊金盆，真的能次次显灵吗？定是神明再次显灵了！众将听令，随时攻上山顶，剿灭山匪，夺回神盆和所有物资。遵令。都说苏家军势头正盛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傻乎乎把营地扎在咱们黑风山脚下，平白送了咱们一大批粮食和物资。大哥有所不知，那苏青言一个女人能拉起这么一支队伍，旁人都说全靠她每日对着屋里那尊火盆祷告，说是有冥冥神明护佑呢。大哥，你不是一直缺问压寨夫人？听闻那苏青言是京城第一美女，容貌身段皆是顶尖。要是能把她掳上山来，岂不是天大的美事？嘿嘿，我倒是馋她馋死了，恨不得把她绑回来，每天晚上为所欲为。什么狗屁神明庇佑，都是无稽之谈。要是世上真有什么狗屁神仙，那就马上给我从天而降一位绝色佳人来做压寨夫人，听到没有？大哥净说笑，天上哪有吊美人的好事？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真有人从天而降啊！好家伙，真显灵了！我刚许下心愿，立马就送来一位倾城美人。难不成这火盆真有什么狗屁神明？大哥，既然这是上天赐你的压寨夫人，那兄弟们赶紧动手，把人拿下！好一个烈性丫头，竟敢在我黑风山的地盘上撒野！所有人一起上，把她给我捆起来！哈哈哈哈！果然许愿灵验了。这姑娘不仅长得倾国倾城，身段曼妙，还练得一身好功夫。做我的压寨夫人再合适不过。老子今晚就好好征服你！恭喜大哥抱得美人归！哈哈哈哈哈！住手！我要的是压寨夫人，怎么还送来一个男的？完犊子！老子穿越的出生点怎么是土匪窝？虽然有枪在手，但对方那么多人，怎么搞？神明大人，你不用管我！神明大人，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的名字叫神明？有了。他们不是以为有神明吗？老子就是神明啊！一群凡夫俗子还在痴心妄想天教压寨夫人，本座可不是来成全你们的美梦来的，本座是收你们来的。就你一个毛头小子，也敢大言不惭冒充神明，怕不是从高处摔下来把脑子摔糊涂了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竟敢在黑风山撒野！小小年纪就学人装神弄鬼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老子的武功可是……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大哥一身硬功夫，寻常数十人都近不了身，怎么会被秒杀？这绝非寻常武艺。难道此人真的拥有神力，是真正的神明？神明大人饶命！我等有眼无珠，冒犯上仙，我们往后再也不敢作恶了。冥顽不灵，我代表上天收了你们。神明大人再次出手相救，属下感念恩德，此生必定誓死追随，不离不弃。好家伙，古代人这下跪技能算是刻进骨子里了。不过讲真，被人当成正儿八经的神明捧着，还能一招镇住一群恶人，这体验感直接拉满。既然他这么入戏，那我干脆就陪他演到底，当个至高无上的神明也没什么不好。神嘛，肯定会搭救虔诚的信徒。起来吧，无需多礼。神明大人亲临我们的世界，乃是天大机缘，
我家小姐多次受您暗中庇护，日夜盼着能当面拜谢报恩，不知您可否一步一见？算了算了，见面应酬太折腾。我此番过来只为寻一味奇药，你带我前去采药即可。属下记得，是紫血龙脂，属下这就为您领路。将军万万三思！黑风山匪寇盘踞数十年，山上陷阱暗哨遍布，步步杀机。那大当家一身横练硬功，刀枪难侵，方圆百里从无对手。朝廷数次重兵围剿都铩羽而归，咱们贸然上山，怕是要陷入绝境啊！你放宽心，那尊火盆是我与神明互通意念的至宝。方才山顶金光直冲云霄，我莫名有股强烈预感，定是神明感知到我的祈祷，亲自降临此地。从深陷囚牢到收拢旧部，我数次身陷死局，全靠神明暗中搭救。我心中早已埋下夙愿，今日总算有机会一睹神明真容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上去。那伙山匪凶悍至极，大当家更是凶名远扬，单凭祈祷真能解决麻烦吗？唉，不好多说，咱们跟着将军看看便是。但愿真如将军所言。都跟上，保护好将军！这居然是真的！如实交代，方才山上究竟发生了何事？那位降临此地的神人，如今身在何处？饶命啊！方才天降万丈金光，一位神人从金盆里凭空现世。对，我们大当家武功那么高强，在神人面前连一招都撑不住，当场就被斩杀了。那神力恐怖至极，我们哪还敢反抗，只顾着逃命了。传闻果然不假，此山匪大当家横练功夫，早已真至金刚不坏之境，寻常利刃都伤不了分毫。如今竟被瞬间击杀，除了通天彻地的神明之力，世间再无第二种可能。我的天，将军的祈祷真的传到了神明耳中，神明当真下凡除凶了。这等神迹闻所未闻，神明法力简直深不可测。苏将军和神明心灵相通，得到神明保佑，跟着苏将军，何愁大事不成啊！太好了，神明果然在此现身，他数次救我于危难，今日又出手荡平这整座匪寨，这份大恩我铭记于心。诸位听令，立刻分头仔细搜寻，我一定要找到神明，当面叩谢，一偿多年心愿。将军，整座山寨都搜遍了，始终不见神明踪影。无妨，神明神通广大，想来是特意隐去身形，借此考验我等的诚心。我相信，只要我执念不改，终有一日能得神明亲自相见的。诸位亲眼所见，黑风山凶悍匪寇，武功盖世的寨主，在神明面前不堪一击。如今神明屡次降下神迹庇佑我们，这便是上天昭示。我等起义是顺天而行，有神明护佑，前路再大的艰险也不足为惧。我们推翻苛政，拯救万民的大业，必定能一举攻城。有神明庇佑，我等誓死追随将军。从今往后，刀山火海绝不退缩。大业必成！将军所言极是，有神明相助，我军气势已今非昔比。好，如今军心大振，正是出兵的好时机。前方临江城城池富庶，粮草充足，还是大殷的重镇。我们必须即刻挥师进军，拿下临江城，以此作为根基，如同一把尖刀插入大殷的心脏。以往属下总觉得时机未到，不敢轻易进取大城。
但如今有神明暗中相助，全军士气如虹，那就依将军所言，即刻整军，开拔临江城。速听令！你说的紫雪龙之，具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？可千万别绕远路，耽误了时间。回神明大人，紫血龙之只生长在崖壁幽谷之中。属下昔日游走四方时，曾听闻临江城郊外的深山崖壁上有人采摘到过此灵芝。我们直奔临江城即可。奇怪，好好的村子怎么人人都愁眉苦脸的？去问问，出什么事了？神明大人，此地百姓苦不堪言，贪官常年横征暴敛，将全村粮食、钱财与贵重物品搜刮一空。如今他劣迹败露，怕被朝廷追责，竟把所有民脂民膏全都沉入这片禁海湖中，随后独自逃命去了。村民们家底尽失，衣食无主，往后根本没法活下去。太过分了！搜刮民财就算了，还故意把财物沉湖毁掉，这大殷王朝的贪官简直丧尽天良！诸位，莫要灰心，今日有神明在此，定会为大家主持公道。我靠，你不会吧？装神弄鬼我还马马虎虎，你让我真动用神力救苦扶难，我上哪儿去整啊？神明，我们这群穷苦百姓受尽欺压，真有神明也轮不到眷顾我们啊！说的是，要是真有神明庇佑，这腐朽世道也不会变成如今这般模样。溜了溜了，我可没这闲工夫，先找灵芝要紧。天降神光，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神力？之前黑风山有神明降世斩杀匪首，原来传闻竟是真的。各位不必疑虑，眼前这位正是下凡济世的神明，他定会施展神通，解救大家于苦难之中。完了完了，本来只想偷偷跑路，这下反倒自爆神力，彻底被架在火上下不来了。这个嘛，这个时间段我可能没空。神明在上，求神明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！神明大人，求求您帮帮大家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全村人都要饿死了。行了行了，都先起来吧，这事儿我接下了，保证帮你们把沉入湖中的财物全都捞回来。得好好想想办法，应该怎么搞才行。神明大人，并非我等多疑，这条大江绵延数十里，财物不知沉在哪一片水域，江底暗流涌动，乱石遍布，连位置都找不到，又谈何打捞？没错，就算你真有点神力，茫茫大江如同大海捞针，怕是也无从下手吧？唉，我看终究是无力回天。神明大人，你的神力可以……区区江水难不倒本座，本座先施展第一层神力，帮你们锁定财物的具体位置吧。所有人听令，取出家中留存的杂粮、饼渣，当做鱼食。神明大人，不是我怀疑你的神力，是这些食物和物资已经是我们最后仅存的了。要是没有要是，瞪大你们的眼睛，一会儿出现鱼跃龙门的地方，就是物资所沉之地。准备见证神力的奇迹吧！
神迹，真的是神迹！百鱼朝拜鱼跃龙门，这是传说里才有的天地异象啊！是我有眼无珠，竟敢质疑神明，罪该万死。活了一辈子，从没见过这般景象，这绝对是无上神力呀！神明大人手段通天，仅凭一言一动，便引百余齐聚。鱼跃龙门只是物资所在，此等神通，凡人望尘莫及。这哪是什么神力，不过是鱼群被集中，海底下有巨大沉雾，紧急之下跳出江面而已。居然没人想得明白原理，果然知识就是力量，不对，知识就是神力啊！不过是第一层神力罢了，诸位不必大惊小怪。我刚说了，鱼群聚集之处便是财物沉落之地。接下来，我便施展第二层神力，将江底物资尽数取回。神明大人神通盖世，仅凭第一层神力便锁定方位，我等心悦诚服，任凭差遣。第二层神力便要借助这些寻常器物，所有人听我安排，收集岸边所有空心木桶、巨型葫芦、粗麻绳，再寻来粗壮树干，将渔网全部收拢过来。姐姐，神明大人要这些东西干嘛？嘘，我等凡人无法胡乱揣测神意。神明大人，这些真的能把江底的东西拉上来了吗？你们系紧安全绳，缓缓潜入江中，找到沉底的香味，包裹后用绳索牢牢捆紧，切勿蛮力拖拽。岸上众人分成两队，一队守岸拉插主绳，一队看管扶同。往下再探一点，找到，快找到！起！动了！上千公斤的物资真的浮起来了！这就是神力，谁还敢不服？太不可思议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神明法力通天，两重神迹接连显现。若非您出手相助，全村人早已走投无路，大恩永世难忘啊！先引鱼群定位，再借气鱼捞宝，两层神通玄妙非凡，属下万分敬佩。神明大人最厉害啦，我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不过是现代常识罢了，竟被当成神迹。不过被众人敬奉的感觉还真不错，救苦救难也颇有满足感啊！举手之劳，不必挂齿。大家起身收好财物，安心度日便可。神明恩德深重，村里太庙已备好酒菜，恳请您一步赴宴，容我等略表心意。恳请神明一步。我去，当神也还要应酬，实在耽误寻药。神明大人不妨前去，或许能打探到紫血龙之的线索。属下方才探查，听闻城郊大江边接连出现惊天神迹，有一位神明下凡。先是引百余汇聚，鱼跃龙门锁定方位，又以神力将贪官沉入江底，重达数千斤的大批财物尽数打捞至岸边，附近村民全都奉其为真神。数千斤重物能捞起，还有鱼跃龙门的天地异象，此等神通当真匪夷所思。之前黑风山神明斩杀匪水，如今又在临江城外救助百姓，这位神明当真一直在世间行走，连凡人的苦难都出手搭救，可见神明心怀苍生啊！诸位都听见了，神明现身临江，出手解救被贪官欺压的穷苦百姓，这便是最好的招式。大印王朝官吏横行，苛政遍地，天下苍生苦不堪言。我等起兵举事，行的是堂堂正道。今日拿下临江城，便是顺应天意。顺应天意，推翻暴政，追随将军必胜！杀！神明大人，是你降临临江了吗？青言来了。区乱党也敢犯境，今日定叫你们有来无回！不要被敌军示众吓到，全军分两翼突进，稳住阵脚。将军，敌军势大，再拼下去必遭全军覆没，请速速下令撤退。哇，好英姿飒爽的女将军，这气场十足的模样，正是我喜欢的女帝范儿，爱了爱了。可惜我还急着找灵芝，这打打杀杀的，还是别被掺和进去了。你率主力突围撤离，我带亲兵断后阻截追兵。断后凶险，还是让属下留下。军中不可无主，速去！神明大人，你听得见青言祈祷吗？
还请保佑青颜。将军，我等来助你。哈哈哈！如今你们已是插翅难飞，乖乖束手就擒，尚可留你一命。将军，被俘必受折辱，坠崖虽死，尚能保全名节。我绝不投降，也不愿就此赴死。神明在上，青颜身陷绝境，却始终坚信您会出手相救。若能渡过此劫，青颜愿终生以身赐主，绝无二心。死到临头还求神拜佛，可笑至极！众人上前，拿下他！我去，原来这位气场十足的美女将军，就是一直向我祈祷的信徒啊！这次要是救了她，她将终生追随我，真的假的？不管了，总不能见死不救，拼了！看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可能有人会飞？当真有神明下凡，这般本事绝非人力所为，神明真的降临了！神明大人，您终于来了，青颜就知道你一定能感知我的心声，一定会踩着云彩来搭救我的。武将已亡又如何？不过是装神弄鬼之徒。所有人随我上前，斩杀叛党与妖人！神明大人，请再救救我们啊！这是天降神火！不慌，不过是些旁门左道。神明降的天火虽威势十足，但只能防御。倘若能有一阵东风，将火势引向敌军，便可彻底击溃他们。呀呀！神通广大，神明不仅能降天火，还能呼风引火，法力当真无边无际。飞天，降山火，御狂风，世间唯有神明能有这般通天手段。我等有幸得神明相助，实乃天大福分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冲啊！胜利就在眼前！快跑啊！没想到把现代物品用在战场上，居然这么轻松就碾压对手。幸好我未雨绸缪，出发前准备充足啊！多谢神明数次出手相救，荡平强敌，大恩大德，我等永世铭记。多谢神明庇佑。天天被人当神明跪拜，属实有点不自在。比起做高高在上的神明，我反倒更想辅佐这位又美又飒的女将军，帮她推翻暴政，拯救万民，成就一代帝业。朝廷重赏，斩杀叛军女首，余党不攻自破，动手！苏将军，这可是万丈深渊，将军这一坠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将军，现在是起义最关键时刻，你可不能死啊！神明大人也跳下去了，有神明庇佑，将军定能逢凶化吉，这是神迹呀！人民庇佑，保将军平安。我去，啊，好软好香，这谁受得了啊？神明大人，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救我的。别叫神明，我真不是神，我只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而已。这降落伞在我们那儿就是普通东西，不算神通。另一个世界，那便是天界了。神明大人果然是从天而降的仙人，普通法器，就让我等望尘莫及。不是天界，就是普通世界。
总之以后别叫我神明了。好的，神明大人。得，白解释了，爱咋叫咋叫吧。小心，你腿伤了，别乱动。先给你处理伤口，忍一下。真白啊！啊呸！老子如今是神明，淡定点，非礼莫视。那个，别慌，小问题，这种外伤我们那里的药一喷就好。伤口竟然不疼了，止血也这么快，这莫非是天界的神药？普通外伤药而已。先吃点东西垫垫，这是压缩饼干，小小一块就饱了。小小一块干粮，竟如此顶饿，这定然是鲜粮。唉，行吧，你说是神物就是神物吧，我就是神，我不解释了。糟糕，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我区区一个凡人，怎么能够对神明动心？不可以，我这是在亵渎神明。咋的了这是？没什么。这美女打仗的时候明明又美又飒，怎么现在变得奇奇怪怪的？搞不懂啊。崖壁太陡，夜里露水重，容易打滑，硬爬太危险。今晚就在谷底歇一晚，天亮再上去。一切遵循神明意志。好温暖，好浪漫的月亮呀！这叫节能台灯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身上又有伤，睡不得冷地板，今晚就睡这儿吧。神明大人竟有神力，为我布置得这般细致妥帖，暖光铺地，转电为床。他这般用心，究竟是何用意？这乐曲空灵悠远，宛如天界天籁，竟不似凡间所有。就是咱那一首普通流行曲子，听着放松罢了。苏青言啊，苏青言，你清醒一点。他是神明，不是你能爱上的。夜里山谷凉，你拿着暖手，你睡这边垫子上，我在旁边守着。多谢神明大人，您待青年实在太过周全。离谱！我就搭个睡袋放首歌，怎么给他整得娇羞成这样？以前颜月说我是不解风情的直男，到这儿反倒成了玉面仙君了。他这脑补能力也太强了，再脑补下去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紫血龙汁，那就是能救爷爷的紫血龙汁。神明大人，您在哪里？他走了，也是。神明本就不属于凡间，我又怎能奢求他停留？人神殊途，我本就不该对神明大人心生妄念。
可若我能推翻暴政，登临帝位，成为这大印的女帝，执掌天下，或许便有资格站在他身侧了。苏小姐，苏美女。算了，虽然这美女范儿确实让人惦记，但眼下救爷爷要紧，先回去再说。我真是傻了，没有那鎏金火盆，我怎么穿回现代世界？不行，得赶紧追上苏清言。这时代的金盆在他手上，找到他，我才能回家。苏清言自临江起兵，连破3城，开仓放粮，惩治贪官，真乃龙虎之师。可不是嘛！以前当官的把我们往死里压榨，苏将军一来，田赋减了一半，还帮着修河堤、抚流民，真乃天降明主啊！我听前线回来的人说，苏将军不仅用兵如神，身边还有神明庇佑，不然怎么可能一路势如破竹？照这势头，推翻大印，改天换地，怕是指日可待了。就是可惜，听说朝廷派了镇国大将军魏林，率10万精锐在沧源堵截，两边马上就要决一死战了，也不知谁能赢。可以啊，苏清言，上次谷底还软乎乎的，转头干出这么大动静，这女帝范儿越来越足了。不行，得快点去沧源找到她才行，否则出了什么变故，我就更回不去了。三军听令，左路迂回，中路推进，破对方前阵。苏将军，位列精锐太多，装备兵力都不占优，再硬拼下去全军覆没，先行撤退，整补后再来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暂避锋芒，保存主力，日后再图反攻也不迟。我们已经收复了不少城池，今日若退了，确实能保住主力。可魏领得胜之后，必会沿途屠城，加倍盘剥投靠我们的百姓。我们一走，天下苍生又要多受数年苦难。更何况此战胜负关乎天下民心，退了这一次，再想聚拢大势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属下赞同将军所言，沿途百姓日日盼着王师北上，我们退一步，百姓便多受一日苦。哪怕战至最后一人，今天也不能退。撑住啊，苏清言！将军，末将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军中传言您有神明庇佑，我们皇城义军也因此投靠您。可末将从军多天，从未亲眼见过。如今战局危急，莫不是只是用来鼓舞军心的说辞？是啊！你们休要再次动摇军心。苏将军有神明保佑，我们元老将士亲眼所见。既然如此，如今这种情况，就请主帅祈祷神明保佑。是啊，请快请神明。神明在上，青言如今身陷困局，不求自身安危，只求能护佑三军，解救万民。若您还念着凡间苦难，恳请再降神迹，助青言一臂之力。那金盆真能让神明降临吗？世界上真有神啊！万一不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可是生死战场啊！嘿嘿，既然装神弄鬼那么有用，那就再来一回吧。干冰加水，弄出仙雾洒洒水。
出场牌面必须拉满，干冰造物风扇送风，再补点冷光打氛围。就这阵仗，可这儿不得直接封神？神明，是神明，神明真的降临了！这怎么可能？神明显灵了，快！那是什么东西？难道苏青言真又请来神明助阵了？稳住阵型，不许乱！末将方才有眼无珠。看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可能有人会飞？我已看破敌方的阵法，左路3000步卒由绕东侧土坡袭扰后营，放火制造混乱，不必硬拼。中路盾兵放步推进，右路骑兵伺机冲散对方阵型，打1刻钟就撤，不得攀崩。平时玩古代的战争游戏，幸好有研究阵法，按照攻略应该是这么做，也不知灵不灵。全军听令，依神明指示行事。够了，鸣金收兵。卫林主力尚在，应中入城内拼伤亡太大，敌军城内还有禁军，我军应先退避10里，依托河谷扎营休整，从长计议。谨遵神明大人号令，传令全军有序后撤10里，依河谷扎营。小姐平时非常强势和有主见，在神明面前竟还有这么乖巧的一面呢。是末将有眼无珠，先前竟质疑神明显灵，罪该万死。神明神机妙算，一出手便逆转战局，当真天人也。哈哈，现在可信了，神明大人屡次救我军于危难，岂是虚言？些许小战术而已，机操，不必大惊小怪。末将以为，应当趁眼下士气正盛，兵分3路强攻大应天津3门，位列新败城内军心不稳，一鼓作气定能破城。不可，天津城高墙厚，守军尚有5万，强攻必会伤亡惨重，就算拿下也是惨胜。神明大人，你来了，您请上座。小姐一看见神明大人，那反差也太大，太可爱了吧！参见神明大人。你们刚才争论的我都听见了，强攻之法，战术上挑不出错，但战略上绝不可行。天津城是大殷都城，100年根基，真要血战到底，就算赢了也是浮尸100万，血流成河，城中百姓遭殃，战后百业凋敝，重建不知要耗费多少。神明大人所言极是，可我等也深知其中弊端，只是若不趁势猛攻，等朝廷各路援军赶到，位列缓过劲来，后患更是无穷，实在是别无他法呀。神明大人，您有什么神谕给青言吗？未必别无他法。兵法有云：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拿下天津，不必非靠血战。还请神明大人赐下神策。此期分4步，环环相扣。听好了，第一，彻底瓦解大殷最后的民心，派人将我军开仓放粮、减免赋税的政令写成告示，用剑置入城中，再让被俘的守军回去传话，把大殷苛政与义军仁政对比开。天津城内百姓被盘剥多年，人心思变，不出半月，城内民心尽归我方，妙啊！第二，朝堂离间，暗中派人携带金银，买通天津城里的奸佞近臣，让他们在昏君面前进谗言，就说卫林守重兵与义军暗通款曲，故意兵败退守都城。神明大人果然智慧卓绝，那昏君本就猜忌武将，定会下旨催战，削他兵权，令前线军心大乱。第三，经济困诊，我们不围死4门，只掐断城外粮道与漕运，放城中流民百姓出城，百姓越走越多，城内存粮消耗却不减，再加上民心浮动，用不了多久便会物价肥涨，怨声载道。神明大人天人之智，我们服了，彻底服了。这就服了。还有第4条呢，那就是围3却1，我们3面佯攻，独留西门不打，给守军留一条逃命的退路。守军本就军心动摇，见有生路，必会弃城而逃，我们便能兵无血刃拿下天津。妙啊！此计当真神乎其神，不用拼杀一兵一卒，便能让敌军不攻自破。神明大人竟对人心、朝政、兵法均了然于胸，此等天神之谋略，凡人穷尽一生也参悟不透。以民心为刃，以内乱为锋，不战而胜，当真通天手段。嘿嘿，都被夸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这哪是什么神策，
不过是比你们多读了上千年的史书，总结了老祖宗的经验罢了。知识就是力量啊！可惜我不能告诉他们，老子是知识之神。传令全军，即刻按神明大人之计行事，各部各司其责，半月之内，定要让天津不攻自破。遵命。神明大人特意约青颜来此林间，不知有何吩咐。跟随小姐多年，从未见过小姐这般娇羞模样，分明是动了芳心。凡女恋慕凡俗男子，小姐偏越神明，果然非同常人。其实今天约你，只是想说说那只鎏金火盆。神明大人说的可是那只通灵神盆？说来也巧，若不是这神盆引来天火，青颜早已冻死冷宫。它本就是你我二人缘分的开端，是天赐的羁绊信物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这金盆你一直带在身边吧？我自然是妥善珍藏，片刻不离身。这是神明与青颜之间的缘分，我定会好好守着。待他日平定天下，登临帝位，我便将他奉入太庙，让世人都记得你我这份机缘。实不相瞒，我现在只想借着金盆一用。神明大人借它是有何用处？神明大人，恕属下多嘴。您若借神盆，莫不是要返回天界？如今天津未破，大运未灭，天下百姓仍在水火之中。这神盆和大人都是全军将士的精神寄托，更是小姐的念想。可否等攻破天津，大局已定之后，再将神盆奉上？小姐那么喜欢神明大人，现在就放他回去，小姐肯定很痛苦的。怎么也要借口让他多陪陪小姐。小姐那么喜欢神明大人，现在就放他回去，小姐肯定很痛苦的。怎么也要借口让他多陪陪小姐。说实话，能和这么飒、这么美的女将军单独相处，换以前做梦都能笑醒。可爷爷还等着灵芝救命，我实在耗不起。更何况我们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终究是殊途，还是别乱留情分的好。青兰说的没错，我知道世人都说人神殊途，可我偏不信这个理。我就是喜欢神明大人，待我推翻大印，执掌天下，成为这世间的女帝，便有资格站在神明身侧。这缘分，我苏青颜攥定了。啊，这还请神明大人稍作停留，助我拿下天津。到那时，莫说一只神盆，便是这天下，青颜也愿与您共享。那就说好了，等我帮你攻破大印，你就把金盆拿给我，那必须提速才行了。神明大人的神策当真无敌，仅用10日，我们便兵不血刃破了天军城，城内守军尽数溃散，百姓夹道相迎，这都是神明与苏将军的功劳啊！天津虽破，根基未倒，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。将军所言极是，镇国大将军魏烈率3万禁军死守皇宫午门，拒不投降，只有击溃魏烈，大晕才算彻底覆灭。只是魏领征战沙场10余年，一柄长刀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号称天下第一武将，此人悍勇无匹，万不可轻敌。魏将军，大印失尽民心，大势已去。你若开城归降，我可保麾下将士性命，也免了城中百姓再受兵戈之苦。我魏家世代受大义皇恩，忠君报国乃本分，要我卸甲投降，绝无可能。苏将军若真怕生灵涂炭，便与我单打独斗。你若赢我，我项上人头尽管拿去，禁卫军自然瓦解；你若输了，便即刻退兵，永不再犯天津。将军不可！魏领武力冠绝天下，您虽精通武艺，必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是啊，将军，万一落败，军心必乱，我们此前所有努力都将功亏一篑。若能换满城百姓平安，换三军少流血，这一战我必须打。能文能武，有胆有识，又美又飒，这女人活该当女帝啊！没想到苏将军一介女流，竟能和天下第一的魏将军打得难分难解，真乃巾帼英雄啊！苏将军向来武艺无双，只是魏林的武艺是多年战场征战练就的，想单柱战胜如此战神，怕是难如登天。小姐小心！怎么，苏将军打不过，便用旁门左道阴我的马？这就是你们义军的道义？你一个5大3粗的汉子，指名道姓单挑一个女子，他打累了，
我来替他打。就你，别输了不认账！哼，我若输了，义军即刻退兵，永世不踏足天津半步。我若赢了，你率全军跪下称臣，缴械投降。魏将军，敢不敢？这话怎么说？他是我的神明，他说的话就是轻言的圣旨。原来如此，好，我有何不敢？我倒要看看你这装神弄鬼的家伙到底有几分本事！陆先生是神明下凡，对付个魏岭肯定手到擒来。可魏岭是天津第一猛将，神明也会武艺吗？要对战便上马，别站在地上装腔作势。我乃上界神明，对付你一介凡夫俗子，何须上马？骑马打架，扯犊子呢！我一个现代人连马都骑不利索，上去不是纯纯送人头？装神弄鬼的狂徒，我今日便斩了你！看我神技，神雷破妄！神明献圣，所向披靡，神明庇佑，义军大胜！苏将军，魏岭已死，晋军尽降，天津彻底拿下了，请将军即刻入主皇宫，祭天改元，开创新朝。天下百姓翘首以盼，请苏将军登基，主持大局。此番能破天津，灭大印，全凭神明大人运筹帷幄，出手镇敌，所以该先行入宫的是神明大人。轻言愿随您身后，听凭差遣。苏将军万岁！神明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做梦都想不到，以前看史书羡慕千古一帝威风，如今我居然成了这个世界的神王帝君，万人之上，一呼百应，这感觉是真的爽啊！哭什么哭？一群没用的东西，快把朕的夜明珠、玉如意都收起来，一件都不能落！陛下，魏岭战败，晋军全降了，叛军已经闯进宫门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平日里吃朕的喝朕的，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！快备车，把后宫妃嫔都带上，从密道走，去南边找秦王军。轻言，朕的贤妃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之前都是奸佞小人挑唆朕，朕是被蒙蔽了，才从来没宠幸你，也错待了苏家。你若饶朕一命，朕立刻封你为皇后。这天下财富、六宫权柄，全都是你的。谁是你爱妃？谁要做你的皇后？别恶心我了！你别不识抬举！各路秦王大军不日便到，你若敢上阵，定叫你和你的叛军死无葬身之地！蒙蔽，我苏家世代镇守北疆，战死沙场37人，你一纸诏令，便满门抄斩，是奸佞挑唆。江北闹灾，流民百万，你扣下赈灾2款修行宫，饿死百姓数10万，也是奸佞挑唆。为修御花园，强征民夫过万，累死的人直接填了护城河，还是奸佞挑唆。爱妃，我嘴！你这昏君敲骨吸髓，残害忠良，草菅人命，桩桩件件罄竹难书。今日斩你，是替苏家满门报仇，是天下百姓血恨。我去，这女人还真是杀伐决断，半点不拖泥带水，女帝范儿是真的足。不过这个性格当女朋友会不会有点危险？神明大人，大义已灭，朝政琐事自有臣下处置。您一路辛劳，我已命人收拾好静怡偏殿，您先去歇息可好？好家伙，前一秒还杀气腾腾，后一秒就这么温声细语了，这反差感也太让人顶不住了。以前生活多落魄，谁能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在皇宫里吃香喝辣，美人环绕？
这日子简直比皇帝还舒坦，换谁来不得飘啊？神明大人，青岩安排的这些，您还满意吗？路飞，你醒醒，别在这温柔乡里迷失了。爷爷还等着灵芝救命呢。你来这儿不是享福的。都撤了吧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和你说。如今天下已定，再过些时日，我便可登基称帝。神明大人，不如你就留在这皇宫里，与我一同主宰这万里江山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还是别靠太近，我怕我把持不住。我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不属于又如何？你救我性命，助我破城，陪我走到今日。我苏青言认定的人，管他是凡人还是神明，我都要留在身边。这天下我能打下来，便能与你共享。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神明，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就是普通人，来这里只是为了找紫雪龙之回去救我爷爷。之前那些所谓的神迹，也都是我们那边的普通物件罢了。那只鎏金火盆是穿梭两个世界的媒介，我想接他回去我的世界。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唉，他得知真相后肯定会改观，甚至心生怨怼吧。我怎么就老是坦白了呢？我不管你是神明，还是另一个世界的普通人，我喜欢的是一次次救我于危难的你，是帮我定下奇谋护我百姓的你。与你是什么身份，从来都没关系。你要回去救爷爷，我不拦你，我这就让青兰把金盆取来给你。只是你走了之后，还会回来看青岩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陪我今晚，明早我就让青兰送你回去。好，我就陪你今晚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苏将军以女子之身起义兵，破天惊，斩昏君，短短10日便改朝换代，古往今来独一份，真乃天命之主。可不是，跟着他打仗，心里就踏实，登基称帝是众望所归。哼，说到底不过一介女流，懂什么治国安邦？不过是靠着旁门左道和几分运气夺了天下。等会上朝问起国策，定要他贻笑大方。哼，自古哪有女子坐龙椅的道理？咱们走着瞧，不出1个月，这朝堂必乱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如今新朝出力，百废待兴，有事启奏。陛下，老臣有一事请教。如今天下初定土地兼并严重，吏治腐败，赋税杂乱，此三者乃前朝亡国之根，不知陛下有何良策化解？莫不是也要靠那神明之术治国？此3事有何难哉？第一，土地之策，即刻清账全国田亩，推行摊丁入亩，按田亩多寡征税，无地平民免交赋税，同时鼓励开荒，3年免税，让百姓有田可耕，有饭可吃。第二，吏治之策，废除世家举荐，推行官吏考核制，以垦田数量、赋税收缴、治安民情3项为实际，优胜劣汰，庸者罢黜，能者升迁，不论出身，有才者皆可入朝。陛下英明。第三，赋税之策，降低农税30%，取消苛捐杂税，同时开放工商，设商部管理市集，轻收商税，鼓励南北互通，农工商并举，国库自然充盈。陛下这些策略条条切中要害，思路新颖又落地可行，远胜腐儒空谈啊！此3策一出，必能安百姓，强国库，开盛世之基。陛下天纵英才，臣等心悦诚服。吾皇万岁！我其实只想推翻暴政，
替苏家报仇，真不想当什么帝王。明日上朝，那些前朝老臣定会拿国策刁难我。我领兵打仗尚可，治国就是经验尚浅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土地就搞摊丁入亩，吏治就搞绩效考核，经济就农工商并行，这些都是后世验证过的路子，稳得很。你懂这么多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无所不能的神明。能遇见你，是青岩此生最大的幸运。在我心里，你也是最耀眼的，又美又飒的女人，早就把我的心勾走了。等你坐稳这帝位，就是千古第一女帝，威风得很。张伟、李松当朝非议君主，扰乱朝纲，官降一等。若有再犯，贬为庶民。其余众卿，按方才3策拟出细则，1月内推行全国。出色者，官升1品。臣等遵旨。退朝。神明大人，青岩已经把控全局了，你也应该回到你的世界了吧？紫血龙之到手，爷爷的病终于有救了。陆老弟，我劝你识相点儿，这个架已经是给你们陆家留脸面了。就是啊，叔叔，别不知好歹。再过些日子，你们陆家这点产业可就不值钱了。严家又来了，上次拿钱砸走他们的时候脸都丢尽了，居然还敢上门。300万全盘收购你们陆氏的所有产业，包括你们求神拜佛的老古董都收了。现在答应，你们还能拿到点现钱，否则等老爷子一走，树倒猢狲散，到时候你们求着我都未必肯要。爸，你跟他们废什么话？要不是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我们才懒得接这个烂摊子。严国父，我们陆家就是破产，也不会贱卖给你。我当是谁在这上门逼宫，原来是又是你们。上次被打脸灰溜溜走的事忘了，今天又来演哪一出？路飞，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，爷爷又下了一次病危通知。王主任今天上门说，爷爷马上要撑不住了。陆家产业全靠你爷爷的人脉才能维持业务。听说你爷爷撑不住，很多合作商和客户都跑了。还有宏盛资本那边天天上门逼债，上游的合作商全撤了，公司账上快空了，爸妈都愁坏了。原来我去那边的世界，这边的时间也一样跟着走的啊！我成了失踪人口回归了。听见没有，路飞？没了老爷子的人脉，你们连宏盛资本那关都过不去。现在签了协议，把你们陆家的烧火盆什么的都卖给我们，还能拿300万生火。真等破产清算，你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你消失那么久又能怎么样？是真能变出救命的药，还是能填上公司的无底洞窟窿？别死撑着了，识相点，赶紧签字。这对父女话语中隐隐是冲着那烧火盆来的，难道他们知道了那盆的秘密？不，看他们的样子应该不知道，怕只是知道那是什么老古董。这是什么？我爷爷的病还轮不到外人操心，有这个在，他老人家一定能醒过来。这是紫血龙汁，千年难遇的续命神药啊！脏器衰竭，沉疴救急，用上它都能从鬼门关拉回来。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稀世珍宝啊！不可能，路飞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上次凭空拿出女帝血玉，这次又拿出千年灵芝，你到底耍了什么花招？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，哪有什么千年灵芝？是真是假，轮不到你们评判。现在
带着你们的破协议，立刻从我家滚出去。等我爷爷病愈，陆氏只会比以前更红火，就不劳你们费心惦记了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，爷爷有救了，我们家有救了。王主任，麻烦您立刻安排配药，救我爷爷。王主任，我爷爷喝了这个，真的能醒吗？根据记载，紫血龙汁是续命奇药，药力极强。我已经按照药方给他喝下，但老爷子年事已高，器官衰竭日久，能不能扛过来，还要看他自身的造化。醒了，老爷子真的醒了。爸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爷爷，是哥哥找到了大圣王朝的龙汁，才让你起死回生的。爷爷，你能醒来就太好了，我有重要的事情想问你。快去书房开墙角保险箱，把紫檀木盒拿来。爸，您刚醒，养好了再说不行吗？拖不得，再拖陆家就没了。奇怪，这卷东西的边角怎么绣着大圣王朝的云纹龙印？这是陆家代代相传的祖训。早在大圣王朝，女帝感念我们先祖陆佑治国有功，将鎏金火盆托付给陆家世代保管，说这宝盆能通古今，定气运，是传世异宝。爸，这种事你怎么从来没和我说？我一直将它当成特殊的烧火盆，只知道你之前天天擦拭而已。我准备和你说的时候就被人害了。我和颜月的曾祖父颜鹤年结拜，当初酒后失言漏了底细，哪想到他竟见财起意，设局想吞了陆家产业，顺便连火盆一起夺走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那天我就觉得奇怪，颜国父一直在提着这烧火盆。难怪这些日子颜家明着合作，暗里下绊子，连鸿盛资本都步步紧逼。我还以为单纯觊觎陆家那些产业，原来全是冲着火盆来的。好阴险，他们心思也藏得太深了，我一直都不知道。不错，他们3代人处心积虑，就等我倒下陆家内乱，好吞掉产业，夺走宝盆。这不是1代人的贪念，怕是布了好多年的局了。他们也太歹毒了。爷爷放心，火盆我一直保管得很好，没出过半点差池。我猜颜家到现在都只当它是件值钱古董，根本不知道里面真正的秘密。火盆落在你手里是机缘，也是担子。爷爷老了也保管不了，就交给你了。你要小心呐，颜家和鸿盛资本怕是不会轻易收手。爷爷，您安心养病，颜家欠陆家的，我一定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当年跟我打拼的几个老兄弟，如今在业内还说得上话。我挨个联系一遍，先把上下游合作稳住，再慢慢把公司业务盘活。陆老头，别忙活了，这是你当年创业亲笔签的连带担保协议。原来是颜鹤年借的钱，那你找他去啊，找我爸做什么？我爸无力偿还，当然是担保人承担喽。这是当年颜鹤年灌醉我，以2家联姻名义骗我签的，这从头到尾都是你们颜家联合鸿盛设下的圈套。白纸黑字，有手印有公章，法律曾完全生效。拿张20年前的套路协议，上门狮子大开口。鸿盛资本就是靠这种碰瓷手段做生意的。陆总，出事了！上下游合作商集体解约，总行也通知全额抽贷，公司账户冻结，还有好几个总监集体辞职了。怎么会一夜之间全乱了？路飞，你不是能拿出血玉掏得出千年灵芝吗？怎么连区8个亿都拿不出来？我劝你们早点签字，把公司和老宅都抵给我们颜家，我们还能帮你们收拾这烂摊子，别到时候闹得家破人亡才后悔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3天后我们再上门，到时候可就不是今天这么好说话。3天是吧？3天后你们要是拿不出实打实的依据，敢碰陆家半分资产和人，我让你们鸿盛和颜家连本带利把吃进去的东西全吐出来。现在立刻滚出我的公司！好，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我们走。奇怪，怎么不灵了？这盆难道还有冷却周期，还是什么原因？我居然没法穿去大圣。没办法，苏青言那边暂时指望不上了。8个亿的债务，内外交困的烂摊子，只能先靠自己硬扛了。此次推行摊丁入亩，安抚流民，你居首功，朕想赐你侯爵之位，良田千亩。
你为何再三推辞？回陛下，臣为官本就该为百姓谋生计，为朝廷分忧愁。新政能成，全赖陛下圣明与万民协力。臣不敢贪功领赏，只求天下太平，百姓温饱，便是臣最大的心愿。好一个百姓温饱便足矣！哼，朝堂之上争权夺利者众，像你这般清正持重的，实属难得。女帝大人为了处理朝政，不敢单思神明大人，让我把盆封起来。也不知这些天神明大人有没有想联系他。朕近日要离宫一趟，朝中的事情暂由你和赵武代朕打理。这只鎏金神盆是国之重宝，朕将它交于你妥善保管，即刻送入宗庙地宫封存。无朕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，守好朝政，护好宝盆。陛下不可，您刚登基不久，朝局未稳，怎能轻易离京？更何况寻神明大人前路未知，您万金之躯涉险太不值了。朕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青兰，备行装，即刻出发。3天期限已到，8个亿欠款分文未还，今日按程序查封老宅和公司，劝你们配合点儿。你这笔债是严家设局骗签的，来路不明，你们说封就封，真当陆家是软柿子？真敢动试试？文书已生效，有异议事后申诉，今天必须执行。签字是不可能签字的，但今天对方人多势众，摆明是要硬吃我们，硬抗只会连累家人，必须想办法先稳住局面。别嘴硬了，签了他，留下所有产业，烧火盆也得留下，给你们一笔钱养老，债务一笔勾销，不然我保证陆氏绝对彻底清零。人长得丑，梦倒是做得挺美。路飞，别死撑了，真把你爷爷折腾出个好歹，得不偿失。所有人马上滚出去，否则我叫人来了。事到如今还死撑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直接动手，把陆家砸个稀巴烂。啊！这什么情况？哪来2个穿着奇怪的女人？还这么美？穿古装是玩什么 cosplay 吗？看他们的样子，是真不知道烧火盆的秘密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我的人，你们也敢动？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陆家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钱我多的是。哇，这箱子金银财宝至少价值几10亿啊！这下陆家有救了。我听说他欠了点钱，这玩意儿抵你们的债，够了吧？够了，绝对够了。哼，不用给，这笔债是严家设的诈骗圈套，文书和工作人员我怀疑也是假的，陆家一个铜板都不会给。原来如此，竟敢设局坑我的人！青兰，全部拖出去斩了，株连9族。诛9族？疯了吧？这是女帝降世了吗？别，女帝息怒，我们这不能随便杀人，更不能诛9族啊，犯法的。那就打断4肢，扔出去喂狗，别脏了陆家的地。不用这么狠，狠狠胖揍一顿，扔出去就行，给个教训。还愣着？按他说的做，下手重点。是。你们真敢动手，真无法无天了！我要告你们！我就是天，就是王法，再敢踏足陆家半步，就不是打断腿这么简单了。滚！哼，女帝就是女帝，够霸气。青岩，你怎么突然就过来了？我想你，在宫里待不住，就过来了。那宫里的事怎么办？我人都来了，他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哇，哥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，也太好看了，比青兰姐姐还高贵有气质。青兰姐姐，我不是说你不好看啊，我是说……你说的很对。小飞，这位大小姐是……爸妈、爷爷，这是伯父伯母，爷爷安好。我叫苏青言，是路飞的心上人。好，长得标致，气质也好，还一身好功夫，真是难得。不知大小姐是哪里人啊？爸，青岩家是做海外生意的，常年在外，
这次特意过来看看我。把东西抬上来。听闻陆家近日周转不便，这些就当我登门的见面礼。若是不够，我再让人送。哎呦，姑娘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们怎么好意思收？既然是孩子的心意，就收下吧。小飞能遇上你是他的福气。对，这种东西我那里要多少有多少，不用不好意思。傻站着干嘛？快带青妍出去逛逛，吃点好吃的，好好陪人家。妈，这什么这？快去！青妍，他要对你不好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替你出头。好。这叫智能手机，不光能说话，还能看影像、买东西。我教你用。这便是你们神明世界的传音法器，果然好神奇。甜，你们这里的茶水很好喝。完了，这法器把朕的灵魂吸进去了。放心，这是拍照、留影像用的，不是摄魂器。爸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出事了？我爸身体也不太好，让我回公司接任 CEO， 主持大局。正好，也该把公司的烂摊子收拾了。听说公司的元老总和我爸对着干，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。走，我陪你收拾他们。小飞啊，不是叔说你年轻没管过公司，这些方案听着好看，落地根本行不通。咱们老规矩走了10几年，不能说改就改。就是，现在上下游都不稳，人手也不够，任务指标定这么高，我们可完不成。可这是我们行业的标准而已。如果不树立正确目标，我们公司只会越来越拉垮。这是谁呀？气场怎么那么强大？资料我刚都看过了。采购部张总，上个月3批原材料报价高出市价30%，回扣进了谁的口袋？运营部李总私下拉帮结派，架空部门经理代工半个月，当公司是养闲人的地方。人事部现在就给这2位办离职，账目问题后续移送法务。从今天起，全公司执行绩效考核，完不成指标混日子，直接走人。陆家企业不养废物。我去，这就是女帝的气场啊，果然比我牛多了。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大家对她的话有异议吗？我的天，陆总的女人也太飒了吧！3言2语就把2个老牛开了，气场比老板还足，好像是女帝一样的气场。可不是嘛，看着又美又冷，下手是真狠，以后可不敢摸鱼了，别哪天被他抓住直接开了。陆总看着温温和和的，未婚妻居然是杀伐果断的主，这反差绝配，我好磕这对 CP 呀！是啊，我何德何能啊，能有这么个神仙女帝女友，又能打又能镇场，简直是天降福星，多谢神明保佑啊！回来了，听说今天公司会议开得漂亮，把那几个难缠的老油条都镇住了。主要是青岩帮了大忙，不然我还真压不住那帮倚老卖老的东西。好，年轻人就该有锐气，有青岩帮衬着，公司肯定能越来越好。那是，公司内部是稳住了，可外部依旧没根除隐患啊。严国富和洪胜那赵总不甘心，天天派人堵门，老宅附近也总有人晃悠，还发威胁短信，摆明了想搅得咱们家鸡犬不宁。是啊，这2天我出门都提心吊胆的，这帮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可怎么办啊？爸妈，你们别怕，那担保协议本身就是诈骗，真有法律效力，他们早就走司法程序了，犯得着自己天天耍阴招？对，就是虚张声势，想逼咱们妥协，把金盆交出去。想让你妹妹活命，明天上午10点带资转让协议和你家的烧火盆来城西废弃仓库。敢报警就撕票！小五，我的小五，这帮杀千刀的，他们居然敢绑架，太无法无天了！爸妈，你们别慌，我现在就报警。这点小事
我自己搞定即可，何须惊动公差？青言，我们这个世界不允许随便动用暴力私刑，是违法的，得走正规程序。没有世界是不允许暴力，如果有，那就是你们的暴力不够彻底。朕的万里江山都是靠铁与血打下来的，要是我一直在冷宫哭泣，现在早就死了。你说暴力不行？青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朕，江山？嗨，爸妈，他平时就爱演古装话剧，张口闭口都是台词，口头禅而已，你们别当真。还有爷爷，你们放心在家等着，我跟青言去处理，保证把小五毫发无伤的带回来。走。真要调来你大圣王朝的高手？当然，朕的暗卫随叫随到。参见陛下。这些人气息沉稳，眼神里全是久经沙场的杀意，和洪胜那帮地痞流氓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。青兰，属下在，带所有人即刻追查陆小五下落，找到人之后立刻通知朕。遵旨。赵总，您放心，陆家绝对不敢报警，准会乖乖过来签字。等吞了陆家产业，再拿到那只鎏金火盆，老板肯定重重有赏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什么人？上！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哈哈，差点忘了我还有压箱底的高手，这是老板重金供奉的武道大师，就凭你们这些人也想跟我斗？三脚猫的功夫也敢出来献丑？青言姐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青言，你太飒了，刚猛十足。这人的武功路数像极了大晕大将军魏林。魏林？我们这怎么会有大晕将军的武功路数？哥，青言姐姐，你们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暂且不说，先办正事。饶命！女侠饶命！我也是受人指使的。谁指使的？目的是什么？说清楚，留你一条狗命。说不清楚，你就去死。奇怪，这女人的气势怎么那么恐怖啊？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眼神，她是真敢将我们碎尸万段的。我全说，是严复国，还有他背后的严鹤年。当年骗陆老爷子签担保，现在表面借着搞垮陆家生意绑架小五，其实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陆家传家的鎏金火盆。鎏金火盆？是啊，至于他为什么要那火盆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个拿钱办事的小角色。你们要不信，严鹤年今天70大寿，在别墅大摆寿宴，特意吩咐我拿到鎏金火盆，就立刻过去给他当贺礼。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对峙。你们放心，我现在肯定不敢再造次，都听你们吩咐。70大寿，正好，那我们就上门给他贺贺寿，顺便给他送口钟。爸，等赵总把陆家产业拿过来，咱们家就能再上一个台阶，以后您可能就是本地首富了。哼，蠢材，陆家那点产业算什么？真正值钱的是他们家那只鎏金火盆。爷爷，那不就是个旧古董吗？能值多少钱？古董那是能通古今的神物，我筹谋了几十年，只要拿到火盆，我就能当上皇帝。到时候你就是堂堂公主，金枝玉叶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真的吗？爷爷，我能当公主？严鹤年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呢，你们严家今天就要破产了。陆老头，你们怎么敢闯进来？我根本没邀请你们。怎么做了亏心事，怕被当众说出来，所以看到我们就慌成这样？你少胡说八道！大家都听好了，
当年陆老爷子的担保协议是严鹤年灌醉他骗签的。这些年严家恶意操控陆氏，买通合作商解约，派人绑架陆小武，甚至给陆老爷子下慢毒，全都是严鹤年一手策划的。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抢陆家的产业和传家之宝。原来是这样，严鹤年平时装得道貌岸然的，居然结拜兄弟都算计。太缺德了，人家当他是兄弟，他惦记人家家产就算了，还要害人性命。难怪陆家最近事事不顺，原来是背后有人捅刀子。严鹤年，当年我拿你当过命的兄弟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骗我担保，现在还想害我性命，夺我家传宝物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保镖，把他们都给我扔出去！赵总，你做什么？你收了我们的钱，不是应该帮我们才对吗？老子弃暗投明了，老子现在不是反派了。受陆氏集团委托，我正式告知各位，严氏集团涉嫌合同诈骗、商业诋毁、非法拘禁等多项罪名，相关证据已提交司法部门。即日起，严家所有资产冻结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严鹤年、严国富等主要责任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。路飞，人家知道错了吗？以前都是我不好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放过严家，我不用彩礼就嫁给你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嘛？嫁给我？你先照照镜子，论样貌，你有我女友好看吗？论气质，你有她半分气场吗？最关键的是，你的人品跟她差了10万8千里。你这种人，倒贴给我，我都嫌脏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是你抢走了我的未婚夫！满嘴污言秽语，现抽！和我抢男人，你也配？路飞的新女友又飒又 A 啊！何止，听说是个超级白富美呢，给了陆家很多金银财宝。各位，我想请大家做个见证，我陆飞今日与苏清言定下婚约，此生唯他一人，白首不离。陆总好福气啊！苏小姐容貌出众，气场不凡，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可不是嘛，郎才女貌，咱们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对这么般配的了。小飞真是出息了，找了这么好的未婚妻，你爸妈可算熬出头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孙儿眼光好，能遇上青言，是我们陆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多谢各位吉言，多谢多谢。好孩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可千万别拘束。嫂子，以后我就叫你嫂子啦！你真是又傻又好看，我超喜欢你的。原来如此，千古女帝苏清言不是离奇病逝，是穿越到了现代。历史的真相我终于解开了，严家退场，接下来该轮到我来改变历史了。陛下，您真的要留在这里，不回大圣王朝了吗？那万里江山，万千子民，江山再大，不及心上人在侧。大圣有赵武和陆佑以正，乱不了。你带暗卫们回去，待朕打理好朝政，我偶尔会回去看看，属下遵旨。放弃万里江山留在这儿，你不后悔吗？有你的地方才是归处，江山万里不抵人间烟火。